维也纳作为奥地利的首都，给人的既定印象就是什么东西都很贵。我们这趟行程因为停留在维也纳比较多天，加上旅伴已经去过艺术史博物馆跟自然史博物馆，所以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打算尽量以免费的地点为主。结果其实发现维也纳也很适合预算型的旅人。想了解怎么在维也纳玩的经济又实惠，那你千万不能错过这支影片。影片开始前顺手按个订阅，那么我们开始吧。首先来讲关于交通的部分，最简单的方式当然就是买 Vienna Pass。除了交通之外，还有许多景点可以免费进入，不过价格实在是有点太贵了，光是一天的 Pass 就要89欧，很难把它用到回本。当然也是有其他比较便宜的 Pass， 但是景点就变成是折扣票价，好像也不是那么划算。所以我们最后选择直接用 OBB 的 App 购买维也纳的地下铁通票，72小时无限搭乘只要 17.1 欧，平均一天才不到6欧元。而且如果你只有这个通票的话，还可以用折扣价购买前往机场的车票。我觉得在维也纳其他 Pass 都不太需要买，这个车票买下去就好了，不用急急忙忙想着要把 Pass 券用回本，省下来的钱还可以吃点好料，或是去看真正想看的展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怎么用 OBB 来买票。首先，先让 App Store 去搜寻 OBB， 然后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OBB Tickets。那我已经下载过了，把它打开来。然后最上面就有搜寻票，你可以直接按下面这里的 All Product。这边往下移，然后这边有一个 City Tickets， 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维也纳，第二个是维也纳，这边就有各种不同的票价，你上面可以选择你的日期跟启用时间。第一个跟第二个是单程票，然后第一个是敬老票，所以它比较便宜一点，只要 1.5 欧，65岁以上的乘客才可以使用。那原则上这个单程票呢，它是可以让你在80分钟之内可以无限搭乘的，但只能在维也纳的中心区域。然后接下来这边就是24小时票8欧，48小时票跟72小时票，甚至有7天票跟31天的票的，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做选择。你可以在下面的这边买 ticket 里面找到你的票，应该会在 current ticket 里面，因为我都已经过期了，所以我的会出现在 archive 里面。像这个就是24小时的票，它就会出现这个 QR code。那如果你真的被验票的话，就是开这个画面给他看就好了。然后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怎么用优惠的价格买去机场的车票。我们一样先搜寻，然后选择起站，就是这个 WIEN HBF。WIEN 就是维也纳的德文的写法，你应该去那边就会很常看到。然后终点就是直接选 Airport， 然后第一个 VIE Airport VIE， 然后因为你用 App 的话，你这边就会先有绑定一个乘客资料。总之我们先不管它，就直接搜寻。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票价，原本的票价是 4.5 欧。那我们可以点开下面这边，然后选择你的乘客资讯，然后点击 Add Discount， 然后我们在这边搜寻 KERN， 然后就会出现2个选项，选下面这一个，它指的是在核心区域的车票你已经持有了，它就会加到你的乘客资讯里面。然后一样再按 OK， 回来就可以看到票价是从原本 4.5 欧变成 2.1 欧了，就代表核心区域你已经有车票了，所以你不用支付这一段的票价，你就可以用半价的价格买到去机场的车票。但是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它这个 discount 的功能并不是根据你车票里面是否真的有那张票为基准，那个比较像是这比较像是个人申报的感觉。所以如果你的交通票券已经过期了，你要记得自己到 account 里面去把你的这个乘客的 discount 给删除掉，在最上面这边列出你持有的票，它这个没有任何联动的功能的，所以你如果加了，结果你之后被查票被发现你没有核心区域的票的话，那其实也是一样会被罚款的。
虽然进入美泉宫里面参观需要花上1000多的门票，但他们的后花园可是免费开放的。这里过去是哈布斯堡王室的私人后院，规模之大令人震惊，是一个逛起来非常累人的花园。从正门一路穿越对称式花园、迷宫区、喷泉广场，再一路爬上山丘上的凯旋门，可以一览维也纳城市的全景。如果走上来累了，也可以在凯旋门里面喝杯咖啡，幻想一下王室的生活。我们来的时候是冬季，所以多数的树都是枯黄的状态，花花草草们也还在等待春天的到来。如果是春夏来到这里的话，应该会更美丽一些。这座哥德式的教堂是维也纳的象征，也几乎是每位旅人都会经过的地方。位在市中心的史蒂芬广场，如果你打开维也纳的地铁路线图，会发现他们路线图的正中央是圣史蒂芬主教座堂，而不是维也纳中央车站，可见其重要性。进入教堂的本体是免费的，你可以在主殿区欣赏高耸的宫顶、雕刻繁复的讲坛跟华丽的彩绘玻璃。若想登上教堂塔楼或进入地下墓穴，则需要额外付费。但即便只待在免费的区域，也能感受到宗教建筑的庄严与气势。除了圣史蒂芬主教座堂之外，我更推荐不远处的沃蒂夫教堂。你会看到一栋哥德式风格的典型教堂，2座高耸的尖塔跟精致雕花，让人仿佛置身中世纪。里面也是免费参观的。教堂内相当华丽，有非常多的彩绘玻璃，阳光洒落进来，充满神圣的氛围，庄严且美丽。我觉得是这趟东欧行程里面最漂亮的一座教堂。到了晚上，这座教堂还有惊喜加码。创世之光是一场30分钟的沉浸式光影音乐表演，透过灯光的投影跟原创音乐，带观众走过宇宙诞生、光的降临、生命起源等6大主题。这个演出是要门票的，依据位置好坏有不同的价格，大约在22到27欧之间。晚上的沃蒂夫教堂在灯光投影下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氛围，充满了迷幻感。可以趁表演开始前四处拍拍照。整场30分钟的灯光秀毫无冷场，非常值回票价。我觉得可以算是维也纳必来的行程之一。
维也纳大学在沃蒂夫教堂的旁边，这座成立于1365年的学府是德语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主建物开放参观，可以感受一下里面古老宏伟的建筑，也蛮适合拍照的。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位于顶楼的南侧，里面干净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我记得在日本都没看过这么干净的厕所。这座国会大厦在疫情后重新对外开放，内部经过整修后气派依旧，现代感十足。导览是完全免费的，只要上网预约就可以参加，有德语跟英语的导览可以选择。每个人都配有一个全罩式的无线耳机，可以非常清楚的听到导览人员的介绍，这点在导览体验上真的是大加分。听导览说，在奥地利每个孩子在16岁时，学校都会安排到这边进行参访，让他们了解到国家民主制度的运作方式。说这是他们可以达到80%的投票率的原因之一。建筑外观是仿古希腊风格，内部则是奥地利议会的心脏，圆顶玻璃天花板象征民主透明，而议会厅本身极具庄严感。导览也会讲解奥地利的政治制度跟历史背景。这个议会殿堂里面的桌椅从1945年使用至今，波兰跟意大利的第一任总理也曾经坐在这边开会，不过现在只在特殊节日跟总统大选时使用。平常时使用的是另外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大会议厅。整个导览大约在1个小时结束，就算英文听不太懂，光是看这座建筑本身就已经非常的值得。推荐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如果你在维也纳逛累了，想找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又想挖到实用又有故事的好物，推荐你来这边，一间由维也纳慈善协会营运的二手商店。这间店不只是单纯的二手商店，而是融合了社会企业与环保理念的再利用空间。家具、衣服、包包、配件应有尽有，价格亲民，有些甚至是设计感十足的复古单品。这里的营收也会投入协助弱势族群与庇护就业的方案。因此，每一次的消费都不只是购物，也是对在地社福的一份支持。来到这里，就像走进一座城市里的宝藏仓库，里面非常的宽广。仔细逛的话，可能也会花上1-2个小时。我们在这边买了3个包包，其中一个刚好可以搭配我们晚上去看歌剧使用。好，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是在二手市场买的包包，虽然说都是我老婆买的啦。首先这一个是皮件的，虽然说这里一定是假皮就是了。整体的状况也都是蛮新的，没有什么伤痕。里面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可以放手机跟一个夹层的那个包包，而且我们这个其实还没真的在用，所以连吊牌都还没有剪。这边有手写的吊牌，这个包包只要4欧元，非常的划算，才100出头而已。第二个这个，我老婆现在几乎天天都背它，是一个小圆包，然后前面有个可爱的流苏，它很方便，它是磁扣式的包包，然后里面能够也是一个夹层，然后能放的东西其实蛮多的，空间算大，一个手掌这么大，所以可以装不少东西。这个我记得也是10欧以内。最后这一个比较有趣一点，这个真的就是我因为晚上要去看歌剧，所以想说买这个非常的适合。它是一个长条形的包，其实也不小哦，就是你看有这么大，跟手掌一样大。然后因为是长条形的，所以你各种票券都能够不用折叠，都可以放进去。空间也是蛮大的，然后夹层很多，然后都有拉链。整体的保存状况也算 OK， 就是因为上面是那个有点像是蕾丝的材质，所以有一些可能有被勾到，稍微有点破掉一点点，侧边这边可能比较明显，就毛毛的，然后有点脱线。但这个才大概我记得是12欧左右。不过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最适合装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个呢，空间这么大这么长。用来放 Switch 真的是刚刚好，很完美的放入。
看起来非常的时尚潮流，也不会变得蓬蓬的。来到维也纳，怎么能错过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看表演呢？虽然一场表演的票价相当惊人，但同时也有比较平易近人的选项，那就是买站票。虽然在疫情过后，站票的制度改变，价格也提高了不少，但观赏的体验也是有所提升的。现在站票的价位位在13到18欧，我们买了最贵的票，但可以站在正中间的地方观赏，也不用靠毛巾占位，视线是真的很不错。7点开演，大约4点半就到歌剧院外面排队了，大约排了1个多小时后才买到。我们也趁开演前快速逛了一下歌剧院一圈，许多人都穿着非常华丽的衣服来看演出，就像电影里面会看到的一样。如果你对歌剧真的没什么兴趣的话，那这里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推荐。我们从排队买票一直到歌剧结束，总共约5个小时，可能有超过4个半小时都是站着的，对体力是一大考验。如果对剧真的没兴趣的话，也是可以中场休息时就离开。不过这是我第一次看现场的歌剧表演，老实说，不管是舞台的表现还是歌声的穿透力，都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我觉得这个体验算是非常特别且印象深刻的。应该不少人都听说过维也纳中央咖啡馆那世界最美的咖啡馆之一的称号。从1876年开业以来，已经有快要150年的历史。19世纪许多欧洲的文人雅士都是座上宾。或许你曾经听说过“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前往咖啡馆的路上”。这句话是奥地利诗人彼得·艾顿伯格的经典名言。据说他每天都会到中央咖啡馆写作，甚至在此过完人生的最后一刻。咖啡馆后来在门口一进来的地方做了一尊他的雕像，留给这位中央咖啡馆的代表人物一个永久的位置。拜淡季所赐，我们大概只排了10分钟就能进去用餐，点了一个皇帝松饼，据传是某位奥地利国王喜爱的甜点，因而得名。吃起来我觉得非常像是台湾的传统海绵蛋糕，只是把它切碎了而已。温热甜甜的味道很适合搭配咖啡，因为分量不小，也有给莓果酱转换不同的口味，建议2到3人吃1份就好。剩下还有一些无法整理成段的，我在这边一起讲一讲。安可钟，每1小时会有一个人物走过去，中午12点的时候，所有人物会转一圈，所以想要看安可钟的话，建议12点来就好。维也纳市政厅导览，虽然我觉得导览品质远低于国会大厦，但是这座古老的建筑也相当的漂亮，而且在这边可以看到现在相当少见而且还在运作中的帕特诺斯特电梯，这是一种不会停下来的电梯，乘客要自己把握进出的时间。白水公寓是奥地利艺术家白水先生的代表建筑，里面提供给艺术家使用，游客可以观赏其特殊的外观。整栋公寓都是弯弯曲曲、色彩缤纷的样貌，就像是真实世界的童话屋。这趟在东欧买了不少的瓶装水，几乎超市买得到的平价水我都买了一轮，普遍都有一种生水味，推荐大家可以买这个牌子的水，不管是矿泉水还是气泡水，喝起来都还算不错，价格也相当的便宜。另外还有这次住的饭店是 Hilton 旗下的饭店，虽然空间蛮小的，但一个晚上含2人份早餐才差不多台币2200元，有个漂亮的天窗，睡觉时看星星也蛮适合的。早餐buffet也很好吃，吃饱一点就可以省下午餐的费用了。以上就是这次我们在维也纳市区体验到的超值景点整理。如果你有其他推荐的行程，也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